是有一个情报渠道，他们都知道这个山上有猫头鹰，都来看。于是我就跟着去看了，找到了就是这个猫头鹰白天它在睡觉，在这个树洞里。当时我就有相机，所以就拍了这样一张照片。但我看其他他们当地人都是拿着这个望远镜，我就知道，哎，原来是有这样一种对动物更友好的这样的一种观察的方式。在这趟旅途中，后来我还去看了这个丹顶鹤，还有海边有很多这个鸥睡觉的场景。其中最让我震撼的就是这个虎头海雕，当时是在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湖边，雪刚停的时候，我想走上一个小山丘，站高一点去看看湖里面的样子。我刚刚上小山丘，刚上去，这个树旁边就有一个黑压压的大影子，这个离我也就10米以内。然后这个鸟虎头海雕，它是一种猛禽，它的翅膀展开有2米多长，是一种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大鸟。当时离我很近，很有压迫感，而且一眼就看到它的很犀利的眼神，还有这个黄澄澄的大嘴。当时给我的感官冲击是特别厉害的。哇，鸟是这么震撼的一种东西。所以我回到上海之后，发现上海还有中国各个地方很多人早就有人开始进行观鸟这种活动了，所以我就在国内也开始了观察。然后话说回来呢，刚才说出去寻找的这6种动物，实际上是一趟旅程没有完全找到，我花了5年的时间，去了很多的地方，才把这当时书里的那6种动物全部看全。这个是梅花鹿，它在这里，它藏在这个竹子群里，胆子很小，拍了2秒钟它就跳起来跑了，然后撅着那个白色的屁股，跳得很高。鹿跳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好看的，弹跳力非常好。然后花栗鼠，飞翔的大天鹅，赤狐、毛腿鱼鸮，这也是一种吃鱼的猫头鹰，非常的濒危。之所以这个照片这么糊，是因为看这个毛腿鱼鸮的地方，它对大家的拍照参数是有要求的，不可以开太亮的闪光灯，所以只能拍成这个样子。这里有一对儿2只猫头鹰，半夜还有晚上要熬夜，等它们跑到河边来拍的这张照片。最难拍的这个是棕熊，这个我们晚上躲在一个掩体里面，等着这个棕熊出现。大部分人是会选择夏天天黑比较晚的时候去看它，那我们去的时间因为是11假期，看不了多久天就黑了。但是人不能出来，只能睡在那个掩体里面，外面都是野生动物。一晚上没睡着，因为老是有那种窸窸窣窣的动静，听着一会儿像是有人去抓那个掩体的门，一会儿又像有人在扒拉掩体的屋顶，又不知道是什么，黑，连手指都看不见，就只能想，越想越害怕，就怕自己被熊给吃了。一晚上哆哆嗦嗦的，一点觉都没睡着。然后早上醒了之后，发现那个小动静是因为掩体里面进了一只小老鼠。但是呢，出了掩体门之后，外面的雪地上全是那个棕熊的脚印，所以它确实是在周围出没，真的是很惊险的一次经历。所以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回到上海观鸟。这张照片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观鸟的样子。对，那个当大家在一些街上、公园里，还有野外看到这样的可疑人士，不要害怕，他们不是那个间谍，应该就是观鸟爱好者。请大家不要举报我们善良的观鸟爱好者们。通过望远镜里去看鸟呢，大概我放了一张图是这个感觉。我们平时看的那个鸟很多都是很小，像小麻雀一样，很多鸟就和麻雀差不多大，然后你看起来都是灰不溜秋的，觉得也没什么好看。但是望远镜之后，你看到它里面很大，你就会看到它们的羽毛的颜色，然后身体一些形态，有的不同的嘴、不同的爪子，身上不同的斑纹，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完全是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而且越看进去就会发现里面有意思的事情特别多。对于鸟有什么好看的，我总结了6个W。其实这个什么几个 W，这个是经常写剧本什么写作什么常说这几个，但是我觉得它对观鸟来说完全通用。一个就是看 when， 看什么时候，就是这个鸟白天、黑夜，还有那个正午的时候，它的行为可能是不一样的。然后春夏秋冬，它的
春天的时候可能是找对象，夏天带小孩儿，秋天的迁徙，然后冬天就忍着饿耐着寒，然后辛苦的过冬那个样子，每个季节都不一样，这是一个看点。然后还有看这个 where 就是哪里，它是在水边出现的，还是在树林里出现的？它为什么在这里？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鸟来？后面来的朋友可以往前坐，这里还有空座的。第三个看点是大部分观鸟爱好者最喜欢的就是互舞。当你看到一只鸟，一个新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来认识一下他，他长得什么样？当然这也是挺难的一点，因为光中国的鸟就有1000好几种，对，要都能认得它们，而且都看到它们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第四个 W 就是 what，然后这里面我又拆了2点，一个就是看它在做什么。刚才其实提到了几点，就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它冬天、春天筑巢，还在做窝，然后有的鸟是在孵卵，就是孵蛋，然后有的是在觅食，整理羽毛，它在干什么？它跟我们一样，我们在家里、在学校里干很多事情，鸟也是，它的行为是非常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看它吃什么，这里我放了一张那个黑翅鸢吃老鼠的照片，它看起来就像在啃鸭脖一样，就老鼠头已经被啃掉了，那个老鼠的脊椎露出来，真的很像鸭脖。所以看鸟吃小型哺乳动物呀，还是吃别的小鸟，吃虫子，吃果子、草籽、种子，哎，这些就很有意思啊。就像你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你问问他你是喜欢吃草莓还是喜欢吃香蕉，就像这种感觉一样。最后一个W 就是 Y，其实这些和前面所有的是共通的，就是观察到前面所有这些信息之后，那它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做出这种行为？你可能有些看到鸟，它有一些奇怪的动作，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在干什么的时候，往往背后是有一个原因的，它不会莫名其妙的做出一些事情。但是你去探究它到底在做什么，那个过程，其实我们后儿可以去讲是一种科学思维，是特别有趣的，就像你自己重新去发现了一遍那个一些科学发现一样。观鸟这件事情，我最开始是从城市里面开始的。我并没有一开始就住在那个上海的乡下，一开始我住在城里面，跟很多城里人一样，喝喝咖啡，看看音乐剧，那个看看展览，从来没想过城市里面会有很多鸟。那这张照片是我在上海很繁华的区域拍的，这个路灯杆上站着一只八哥。八哥可能大家在一些人笼子里面养的见过，但是也没想到它其实离大家的城市生活特别的近。我之所以放这张照片，就是想说，在城市里面去观鸟，其实会有很多很新鲜的发现。一个是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城市或者社区里面它的物候。我们在一个水泥都市里的时候，其实四季的感觉是很淡的。但是大家如果小时候在农村、在乡下生活过的话，那个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的明显。那如果去进行一些自然观察，看一些鸟，你就会重新发现一年四季它那个时间的流淌的界限，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还可以，因为出去跑嘛，其实是更熟悉自己所居住的一个地方，熟悉它的地图，熟悉它的环境，然后通过认识了你这个社区里面的邻居，除了人的邻居，还有哪些鸟邻居、动物邻居、植物邻居，其实是可以增强一种归属感的。然后你对这个社区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它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相处更和谐？你就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跟社区里提出你自己的意见。这其实也是一种参与社区建设的方式。包括你发现了社区里面的小动物、鸟，你去跟你的朋友去说，你去跟你的邻居去说，这样一种分享，其实也是增强一种融入感的方式。所以我自己是，我不是上海本地人，我是那个外来的打工的，在这里上学、读书、工作。大家很常说的就是北上广深都是飘嘛，然后没有归属感。我觉得其实观鸟还有自然观察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帮大家去融入的一个方式。这里跟大家，这是我翻拍了一张家里一张纸质地图，
就是关于在城市里面怎样找一些观鸟的好地方。我几年前大概是参加了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上有绿化局的老师参加，所以我拿到了一份这个图，叫上海绿化地图。地图这个很多哈，但是大家仔细看，这个图上面它不是那个行政区划，不光是行政区划，它还有就是把所有的绿地，小到社区里面的小公园，大到那种大的郊野公园，全都标了出来。然后我就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新世界。在上海的话，会有很多绿地，是因为需要走高压线的地方，它没有办法开发，没有办法建高楼，所以下面就只能做成了绿地，所以才有一些方寸之间的那种自然的小地方保留下来。就像秘密基地一样，很多人其实都它不是正式的公园，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只有你去地图上自己跑，自己去找，然后就会发现一些很多哎呀小树林呀，那个小绿地、小河，就是像探险一样，对自己去跑地图。大家有玩过电子游戏，就是探索地图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在搬到上海乡下之前，我自己跑地图跑出来的一个秘密基地，它是黄浦江支流旁边的一个小水池，大概长这个样子。夏天太阳很毒的时候，甚至能把它晒得很干。这片绿地就是刚才说的那种，因为有高压线没有办法开发才留下来的东西。这个小池塘附近常有运沙船停泊，船上的人有时候会下来休闲一下，买点东西。时间长了，我发现可能是船上有人也经常来，所以在这个树上绑了一个手写的牌子，老什么时代公园，可能是写的路，但是写的也不清楚。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园，而且地方也特别的小。但是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就除了我，也有其他的市民或者路过的人，就还挺喜欢这一块小地方。我在这里也是观察了很多鸟，对它的感情也挺深的。它是在高压线和高架桥附近的，这个池塘其实真的很小，所以我后来今年创作的一个那个科普绘本，自然观察绘本啊，我只是写文字的部分，图是其他老师画的，我就以它为原型写了一个哥哥的秘密基地，就是一家4口人，哥哥他经常神秘兮兮的去一个地方，有一天妹妹缠着他要一起去，于是哥哥就带着妹妹带着全家人去了，走呀走呀走了好久，就是这个妹妹她一直觉得怎么秘密基地还不到呀，最后终于到了，而且在这里大家一家人等待，然后看到了一只翠鸟捕鱼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小池塘的原型就是我真实去过的这个秘密基地。画面的比例稍微有一点变化，而且画的更漂亮了，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就是想说，自然观察观鸟不用走得特别远，就在自己身边，大家去找一找，找一个自留地，就是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的一样，然后一年四季不定期的去观察，你就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好，后来离开了上海市区，搬到了车墩镇这个地方。之所以会搬过来呢，一个是想要安一个家，当时看了很多，找了很多地方。车墩镇我自己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只是在坐这个上海有个金山铁路小火车，对，它是一个要坐火车的地方。我在火车的途中看到沿线有一些房子，我就下车了去看看，随便转了转。特别打动我的2点是，火车站正对面有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里面杂草丛生，然后围墙上破了一个大口子，我就进去看，里面有很多燕子贴着水面飞来飞去，然后到处长的都是杂草，里面有很多虫子，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太开心了，钓鱼佬在那个水边钓鱼。对，我觉得这个地方能很近的进行自然观察，而且我到小区里面一看，小区门口的树上就挂着一个很大的马蜂窝，然后这一下我又高兴了，我想哇，马蜂离家这么近，一般人可能觉得会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是离昆虫什么都很近的一个地方，就一下子就心动了，所以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就是我想到这里来生活，然后让自然离我的家、离我的生活都更近一点。车墩镇这个地方的环境，
除了镇上的一些社区商店街，主要有这么几种杂草地，春天会开满很多花，还有荆棘林。荆棘林就是那种种这些树要卖钱的，所以是荆棘，一棵银杏树上千块钱呢，确实是荆棘林。有樟树林啊、银杏林啊、枫香林啊，好多种。它的特点就是它不像自然生的那种树林，里面是杂树林，各种植物都有。但是荆棘林就是哇，我一大片全是香樟树，一大片全是银杏，就是这种感觉。它的环境会相对来说单调一点，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动物的。然后水稻田，上海农村标配水稻田，还除了种水稻，还有种草坪的。城里面的草坪就是在乡下种出来，然后产出来给你铺上的。然后车墩镇这个地方还挨着黄浦江，水系非常的发达，大江、小河、小水塘都非常的多。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大概这个记录是到今年的一个记录，在车墩镇内的鸟类观察，因为没有其他的鸟友住在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陆陆续续的观察到115种。我大概放了春夏秋冬，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鸟。春天代表性的就是雉鸡，雉鸡我觉得应该大人会熟悉，就是小时候大家说的野鸡嘛，彩色的很漂亮，长这个样子，很鸡贼。照片不好拍，所以捡到一根羽毛的时候拍了个羽毛照。对，它胆子很小，很隐蔽，经常是露个头，看见任何人往下一缩就不见了。它这种草里面，所以很难拍照。但是呢，在春天的时候，它要求偶，要找对象，所以它喜欢叫。出去走，村里面老是能听到它在叫。虽然见不到它，但它那个叫声一直是如影随形。我跟大家学一下，和我们那个家养的鸡叫声有一点点像，但是它只有2声，就是这样叫，叫这么2声，然后就停了。你想去找它的话，它早就偷偷的草丛里换了个地方，然后一会儿又伸头出来叫，就是找对象了。就是春天这个声音一直在车墩这个村里面响着。然后到了夏天呢，夏天牛背鹭是在上海的夏候鸟，夏候鸟就是它们只有夏天才会来到这个地方。嗯，它之所以叫牛背鹭，是因为它们经常和牛出现在一起，然后确实也有站在牛背上的情况。为什么呢？它们这种鹭，它其实挺喜欢吃虫子类的东西，所以不像那个什么白鹭啊，还有深圳这边很出名的这种麋鹿一样，它们是在这个湿地里面、水边生活的。这个鹿其实你只要看到它是在草地这个环境里，你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牛背鹭。其他的鹿不太总是在草地里面蹲着。我拍到的这一只是在我们那个村里面羊肉丸养的羊那里，它和羊在一起，羊在草地里翻动，可能会惊起一些小虫子，然后它在旁边跟着看着，惊起来了它就趁机它也去吃，这也是很典型的夏天一个风景。秋天，迁徙的季节，会有一些相对来说不太常见的鸟路过，比如说就是这个黄鸡灵，很漂亮的黄色。冬天是冬候鸟的季节，很多鸟都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这个斑冬这个鸟会大片大片的住在冬天的这个小树林里，所以就是它们比较典型的构成了一年四季车墩墩里面的鸟类风景。嗯，这里我想说就是，车墩镇它虽然是上海乡下，但是它也毕竟还是属于上海，它要面临那个发展建设这些问题，虽然速度比较缓慢，但还是5、6年来一直在变化。经常是今天我发现一个好地方，里面有好多鸟，过2天它就不见了。你找到一片很好的小树林，明年它全都给砍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变化很厉害，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叫机会主义观鸟，就是找到有机会，哪里捡到鸟了就抓紧看。对，像是一些比较时令的鸟，像是那个农田里面，上海农村种水稻，然后这个水稻刚插秧的时候，里面的水还没有虫子还没滋生起来，所以不会有很多鸟。等它稻子长得差不多了，水里面也有虫子了，就会有特别多的鸟出现在这个稻田里面。我这里这张照片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我喜欢叫这个东西叫
稻田三件套，鸡、鸭、鹅。鸡就是说刚刚那个野鸡，它在这里。然后鸭子这个也是野鸭，这个是斑嘴鸭，它们每天早上跟上班似的嘛，早上5、6点钟飞到稻田里面吃东西，晚上5、6点钟下班，不知道飞到哪里去过夜。然后这个鹅呢，说的是白鹭，就是我个人给白鹭起了个外号叫大鹅，因为它白白的，还就是嘴长长的，挺能叨人的那个样子，就是给起的名叫大鹅。但是这个稻田里面的鸟呢，等那个稻子长得特别密的时候，而且到了它那个时令的时候，要打药，稻田里面打药喷肥，它就会改变它这个小小的水环境，所以这些鸟就会在特定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哗啦，这个环境不适合它就不在了。所以稻田里面的鸟就是一个时令式的观察。然后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边我写了个鱼虾蟹善堂，就是村里面有人把这个稻田做成了养殖塘，养这些鱼虾蟹黄鳝。他是想挣点钱的，但是他这个塘刚一开，就来了很多鸟，得有上千只在这里，每天没白天没黑夜在吃塘里养的东西，然后这个养殖塘就变成了鸟的大食堂。这个时期，这个塘子里面出现了很多罕见的鸟，然后包括一些彩玉什么的，这个名字不重要，就是出现了一些很不常见的鸟。但是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老板发现这个塘子不行，这全都喂鸟了，又不是做慈善的是吧？所以他每2个月决定不干了，这塘子不干了，他就把里面水放掉了，不做了，还是回来种水的。所以这个环境一下子食堂没了，食堂倒闭了，所以鸟哗一夜之间又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村里有时候会冒出来一些地方，突然有很多鸟，然后但是随着人的一些行为对它的改变又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人和鸟的，就是中间这张照片，这是一个捕鸟网，上面这只斑东，就刚才说的那个越冬的这个鸟，它被缠在了网上面，这个捕鸟这个事情，过去有很多人做，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在上海的一些乡村里，还是有人，干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做，闲着的，那个家里也不愁钱，就抓鸟，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也不是为了挣钱，他们也不差这个钱，就是抓着玩儿。然后我们有很多志愿者就去这些小树林里、去村子里去巡视，发现抓鸟网了，就是可能就是抱上去啊，或者是当场拆除啊，或者救鸟。我发现这一只它就是已经死透了，然后网上还有另外一只活着的，它一碰它就叫得很惨，然后应该已经被勒了很久了，我就把它那个网用小剪刀剪掉嘛，把它拆下来，它的翅膀，谢谢。它的翅膀应该是被勒久了，像如果你的胳膊被绳子缠得很紧，缠很久，血液可能不流通，相当于可能就坏掉了，它就不能飞了。我放它，让它休息了一段时间，它还是不能飞，所以最后就没有办法，它可能就是自己就死掉了。对，这还是很遗憾的事情。这种盗猎，对，其实上海全域是禁猎区嘛，这种盗猎的行为还是有时不时的发生。刚才讲的就是说，观鸟是一种比较休闲娱乐的方式。那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还是在里面收获了特别多的成长。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不是理科生，我是文科生，想的很多。总是从观鸟的时候，总是会再来反思自己，就想了很多。一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失控感。观鸟的时候，去年前2年疫情，大家可能体会比较深，就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掌控，然后会有很多无力的感觉。但是我想说，其实观鸟会给我特别多的这种感觉，因为大家城市里面可能生活太方便了，习惯了，就觉得任何时间我都是可以掌控的，包括地铁的时间表，然后所有的那个餐厅的服务，不满意的也可以投诉，然后城市是一个很成熟的系统，任何你都可以进去参与和干涉它。但是自然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它是完全不可掌控的。不管是鸟什么时候出现，出现在哪里，它愿意给你看几眼，都是完全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去看自然可能会，帮我们大家去回想起来，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像我们那样那么有确定性，不确定性本来就是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另外第2点想分享就是挫折感。我最近有跟公司里面的同事就是
推荐他们去观鸟，带他们一起去体验一下。然后有个同事他第2次开始观鸟就说，我已经开始体验到挫折感了，就是这个鸟，你可能有时候想看的时候你找不到它，找到它又躲在那个树丛里面看不清，其实真的很挫败。就像我想要一个玩具，可能爱我的爸爸妈妈会买给我，但是出了门很多事情你想要，但是你得不到。观鸟还有自然观察，我觉得会反复重复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么多年观鸟下来，我的性格是会比以前佛系了很多。对，以前包括因为觉得